Pugliano。它位於整個城市的市中心，就是一開始我們還沒有進入到那個拱門之前，人長秘境，超多仙人掌哎！因為這個場地美到爆炸，所以呢，它有開放租借作為婚宴場地，是個城堡等級，適合各位男性如果要求婚的話。大家好，我是淘淘，歡迎來意大利找淘淘。前情提要，這次的布利亞之旅總共會去5大城市，外加2個海灘。淘淘會每一周更新，帶你們去玩遍布利亞，所以記得按讚、訂閱並開啟小鈴鐺哦，這樣你們才能看到最新的旅遊情報。上周我們去了第一站巴黎，還沒有看過的朋友記得點上方小卡片哦。今天我們要去布利亞之旅的第2站Polignano a Mare。近期呢，有要準備求婚、慶祝紀念日，或是在籌備蜜月旅行的朋友，這一集你一定要看完。今天的行程就是浪漫、浪漫再浪漫。先是去這座絕美的峭壁小鎮，晚上會再帶你去一個超級特別的古堡，享用星光晚餐。廢話不多說，我們出發吧！你好，我們在Pugliano。Io i miei capelli. Vabbè, dai, sei bellissima. Allacciate. 今天是禮拜天，所以有市集。Polignano a Mare 對於很多人來說只是一個度假的目的地，但是對於非常多的藝術創作者來說，它是一個靈感的泉源聖地。無論是在過去呢，還是在最近，有很多的詩人、藝術家在這裡創作出非常多的作品。那這裡也是很多的電影啊、電視劇的拍攝地，比如說像這一些。那這幾部電影呢，在意大利都是非常熱門的電影。這裡呢，不僅引發人創作，還是一個音樂奇才的出生地。比如說像歌手啊 Domenico Modugno， 他的代表作呢，大家一定都聽過，就是 Volare， oh cantare oh Ne blu dipinto di blu。 這首歌呢，也在後期呢成了一個代表意大利的神曲之作。可以想見呢，這就是一個充滿浪漫跟神奇的地方，還能孕育出這麼多的藝術作品。那我們現在到了我們第一個景點，就是這個拱門 Arco Marchesale 侯爵拱門，那它又被稱為 Porta Grande。它是一座呢歷史悠久的一個城牆，一開始就是建立於1530年，於1780年後呢成為通往城市中心的唯一通道。它外面其實曾經是一座吊橋，至今在門的正面你還是可以看到那個啟動鏈條的那個孔洞。那不知道剛剛大家進城的時候有沒有發現，拱門裡面它其實有一個基督受難的一個畫作。那它的歷史呢，其實可以追溯到16世紀末哦，但畫作的作者已經不可考了。這個城門呢，它成為了新城區跟古城區的之間的一個分界。進到這個孔門之後呢，我們就通往了 Polignano 的古城區。那這裡呢，就是我們今天的一個重點。好，那這個城市呢，它有個非常古老的歷史，甚至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時代的人類存在的痕跡。那在西元前3世紀呢，這裡已經成為了塔蘭托勢力的重要戰略要點。西元6世紀呢，則受到了拜占庭帝國的管轄，當時信仰東正教。隨着諾曼人的到來，城市的聲望不斷的提高。在阿拉貢人的統治期間呢，商業的活動得到了極大的發展。那在這其中呢，要感謝熟練的威尼斯商人。好，那我們現在來參觀教堂，它是 Chiesa Santa Maria Assunta。它以前呢，曾是 Polignano 的大教堂。那它建造於1295年。那現在教堂的正面呢，結合了哥德式跟巴洛克式的風格，非常的特別。那你一旦進入到教堂的內部呢，你就會看到它是整個被6根柱子分隔的3個中殿。上方呢，則有那不勒斯學派的18世紀管風琴。壯觀的主祭壇後面呢，是一幅17世紀的繪畫。那它內部的裝飾跟雕刻呢，非常的壯觀和精美。那在這裡呢，你也可以欣賞到很多大師的畫作，比如說像 Tommaso Scalera 於1600年創作的《見證》，以及 Bartolomeo Vibrani 於15世紀創作的多連畫。那教堂裡面呢，有一個耶穌降生的場景，是由 Stefano da Putignano 於1503年的時候創作的，是一個非常具有歷史性的古蹟。
好，那我們參觀完教堂以後呢，我們現在要去我們下一個景點，就是觀景台。由於我的朋友呢接到一個電話，所以呢他就講電話，所以呢就只好由淘淘輸入 Google 地圖以後，淘淘帶路。結果呢就發生了一個我一直把他們帶進死胡同的窘境。Da dove andiamo? Qui è casa di qualcuno. Abbiamo sbagliato. 所以其實你可以發現說，他們整個古城區啊，它都是由很多那種很窄很小的巷子組成，真的超級像迷宮。那如果你像淘淘一樣完全沒有什麼方向感，然後想要跟着谷歌地圖走的話，就會常常走進死胡同。然後結果我的朋友就說，沒有啊，你要跟隨着你的鼻子，就是要聞那個大海的味道，跟直覺，就是可以走到那個景觀台。然後我就覺得說，怎麼可能？因為淘淘一直走到死胡同，然後一直這麼繞來繞去。你們就看遊客往哪一個方向走，人多的地方走以後，就可以走到觀景台。然後呢，在所有的觀景台中呢，我覺得最漂亮的就是這一個觀景台，因為這個觀景台它可以看到那個沙灘，就是我們剛開始一來的時候的那個沙灘。好，那這個海灘呢叫做 Lama Monachile 哦，它位於整個城市的市中心。就是一開始我們還沒有進入到那個拱門之前，不是就看到了嗎？那你如果要下去玩的話，就要從那個地方進去。海灘呢，它是一個非常壯觀的美麗的自然景觀，它是個自然海灘。那夏天的時候呢，這裡真的會被擠爆，因為呢，在夏季的時候呢，有國際紅牛懸崖跳水比賽。對，你沒聽錯，就是要從那個懸崖跳下去，那個就是一個比賽。由於呢，它這個海灘呢是在2個懸崖間形成的天然海灘，那它是圓形的和光滑的軟石所組成的，所以它的腹地是很小的。那你們也可以看得到，真的是被擠爆。不過呢，這個海灘是免費的，不用錢，你可以直接下去曬日光浴啊，或是玩水。那海灘附近是沒有公共沖澡的地方。Sono qua, raga, venite. Ma io non lo faccio anche quello. Ah, il bagno? Come volete, se volete andiamo di là, che va bene. Il problema è che là 我們現在要去看第2個景觀台，剛剛好有遇到街頭表演。你聽這樣子的音樂，配上這樣子的美景，這樣的藍天，真的是好浪漫哦！當下整個立刻就會融入到這個超級浪漫氣氛裡面。Ciao amici di Ciao, woman sai, Polignano. Vediamo. Non me lo dimenticherò. 那我們呢參觀完了2個景觀台以後呢，其實淘淘肚子已經餓了。但是由於今天晚上我們要去吃一間非常特別的浪漫餐廳，真的非常特別，保證你們絕對不會失望。所以呢，我們打算就是中午省錢，我們就沒有特別去安排，也沒有特別說一定要去吃什麼餐廳。結果我2個朋友，他們好像為了沒有辦法去玩水這件事情，感到心情不太愉快。所以你們知道的，女生心情不好的時候呢，就會用一種方式來洩憤，就是逛街。Ma Fede a pranzo? Cosa mangiamo per pranzo? Non ho ancora capito. 然後他們就不斷的逛街。逛街，逛街，還是逛街。Infatti io voglio vedere una corsa lì. Carina. Siamo a Polignano e abbiamo appena comprato delle borse buone di mani. Ma poi abbiamo scelto Maria del Fiore. 那我們現在是在呢這個廣場上面，叫做 Piazza San Benedetto。那這個廣場呢非常的重要，因為它其實呢古老的本篤會修道院呢，它以前是蓋在這個上面。那在1932年的時候被拆除。那現在呢這個已經成為了一個夏季辦文化活動啊跟音樂會的一個地方，也是很多普利亞諾人會來這裡休息的一個地方。所以這廣場看起來真的非常的有特色。如果你都看到了這邊，代表你應該是喜歡淘淘的影片。那
那就拜託大家給淘淘一個讚跟訂閱吧，你們的鼓勵就是我持續下去的動力哦。接下來還有更多的布里亞其他城市的旅遊攻略等着你們哦，所以記得訂閱的同時要開啟小鈴鐺哦。那這裡旅遊的朋友呢，通常會是安排半日或是一日遊，所以大多數的人呢都會選擇街頭小吃，而不是餐館哦。那在這裡呢，我推薦當地人會去吃的小吃給大家，叫做 Spritz-Polpette。那這家小酒館呢，它提供了很多種炸肉丸，而且有很多的醬汁可以去調味，地方很小，裡面沒有座位，在外面吃。漫無目的呢，在普利亞諾中的小鎮逛，本身也就是一個景點。那整個城市呢，它是受到了阿拉伯、拜占庭、西班牙跟諾曼等過去的文化影響，所以在很多的細節上會等着你去發掘。那其中呢，以階梯上的詩作最為特殊哦。那你在巷子裡閒晃的時候，你就可以很容易看到這一些詩歌台階哦，他們叫做 Vicolo della Poesia 哦。那作者呢是一個自稱呢叫做閒逛者極多的人，他呢用筆觸、用詩歌、用格言呢，豐富了整個城市的每一個角落，是不是超級浪漫的啊？很像是玩什麼遊戲一樣，要找到一個線索，然後再從這個樓梯找到下一個樓梯這樣子。好，果然這樣走一走呢，走到了一個仙人掌秘境，超多仙人掌也太可愛了吧！其實從一開始進城的時候，你就看到沿路都有仙人掌，家家戶戶的陽台啊，或是窗邊上都有。除此之外呢，還有一個很有特色的東西，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注意到，那就是陶瓷。因為其實整個普利亞大區呢，這邊都是有產陶瓷，然後所以他們有很多陶瓷的裝飾啊，就比如說像是陶壺啊，然後或是陶盆啊這樣子。然後其實它也是一個很可愛的伴手禮哦。好啦，就如同我剛剛所說的，其實整個普利亞呢，它的古城區真的只需要半天或是一天就可以逛完。那如果擔心呢會像淘淘一樣迷路的話，那你就可以排個一天。有沒有一天的時間啊，讓自己迷路在這個美麗的老城裡面，然後多看看詩歌台階啊，看看仙人掌啊，聽聽海的聲音啊，漫步在這整個碧海藍天的白色城市。Siamo tornati. Finito. 有的时候我們出去玩啊，都會很想要把行程排得很緊湊，可是有的時候緊湊的同時，你就沒有辦法真的很享受那個當下那個氛圍。都已經來到這裡了嘛，所以我建議你們排個一天，時間比較充裕一點，逛逛啊，慢慢走這樣子。好啦，我們終於來到了今天的重頭戲——超豪華晚餐。這個看起來像是一個城堡的地方呢，它現在其實是一個奢華農莊。那整個農場的面積呢，有幾乎3000平方米，就根本就是個城堡等級，適合各位男性如果要求婚的話，這個是一個非常完美的求婚地點。1600年代的時候呢，它就是地主的堡壘，因為後來年久失修，然後所以整個就荒廢了。就是30年前呢，安吉麗尼家族呢，他們就決定搬來這裡，堡壘呢改成一個現在目前有提供餐飲跟住宿的豪華農莊。然後因為這個場地美到爆炸，所以呢，它還有開放租借作為婚宴場地。然後我的閨蜜們現在已經在開始幻想在這裡辦婚禮了，因為真的實在是太美了。Qui ci sta matrimonio然後這家呢，它可以透過官網直接線上訂位，無論是你要訂住宿還是訂晚餐，它都可以透過官網。網站上也有英文版，所以大家不用擔心。那唯一的缺點呢，就是這裡真的有一點偏遠啊，沒有大眾交通工具，真的只能夠靠自駕。如果大家有要來這邊的話，建議可以住一晚，那開車就沒有那麼趕，所以在這裡可以慢慢的享受。好，那我們今天呢，只是來這裡吃晚餐，但它的晚餐呢也是非常非常的特別，然後有很多道菜呢是普利亞大區的特色菜，等級有點像是米其林等級。Scritta di fish. Belli, belli. Sì, affabile per un matrimonio. Sì. Buon appetito, raga. Il matrimonio. Sì, ho capito cosa intendi dire. Perché la gente comunque ti fa regali. È vero. 虽然中午呢我没有吃什么大餐，但是真的為了這一餐值了。Grazie, Fede. Una mozzarella. E cicorie. Sì, questa è una burrata. E poi c'è, vabbè, il sughetto di fave e cicorie che
Infatti pensavo che fosse crudo. Anch'io pensavo fosse crudo. Perché il gambero rosso generalmente è crudo, no? Pomodoro. Ah sì, è vero. 好啦，这集的波利尼亞諾旅遊攻略就到這邊結束啦。下周呢會繼續帶大家去看其他的普里亞大區的城市哦。那大家呢不要錯過嘍。如果呢你喜歡淘淘的影片的話，就拜託給淘淘一個讚跟訂閱吧。那要追完布里亞之旅的朋友們，記得一定要開啟小鈴鐺哦。淘淘帶你看更多的台藝大不同。Ciao, a presto!